一个农村女孩应聘秘书，她无意间露出的肩带吸引了本想拒绝她的老板，而更加吸引老板的是女孩的打字速度。别人都是10根手指打字，她却只用2根手指，但速度却快得惊人。她不到1分钟就打出了一份360个字且陌生的文稿。女孩的天赋让她获得了这份工作，父母都替她感到开心。可只有老板知道，她聘用女孩并不是为了让她工作。当7天试用期结束，老板就摊牌了。他告诉女孩，你并不适合做秘书，但想要留下来也不是不可以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，让我们都很愉快的事。老板还没说完，女孩就摔门而出。她可是正经女孩，像潜规则门都没有。然而她误会了，老板追上来解释，她收到一张宣传单，市里要举办打字竞速比赛，他帮女孩报了名。C'est vraiment tout ce que vous voulez que je fasse pour garder ma place. Participer à un concours. Pas participer, gagner. 不久，海选开始了，每人1份原稿，1台打字机，他们要在1分钟内至少打360个字，打错字、有空格、低于360个字都会被淘汰。女孩没有任何经验，她学着别人的样子做好准备。哨声一响，别人都食指快速的敲击键盘，只有女孩用2根手指在那慢慢的搓。时间都过了1/3，她才适应比赛的节奏，开始飞快的搓键盘。1分钟时间到了，女孩长舒一口气。可统计完之后，她以358个字的成绩被淘汰。回去的路上，老板一直数落她，农村出来的没见过大世面哈，这么小个场合就紧张的要命。女孩生气了，让老板停车。见老板不停，她抓着车窗摇杆就要开门。C'était devant la machine qu'il fallait vous énerver. Maintenant, c'est trop tard. J'aurais pu l'ouvrir toute seule. Je suis peut-être maladroite, mais je suis pas infirme. 这下工作算是没了。女孩回到公寓，也对自己糟糕的表现感到不满。她准备回农村，跟父亲安排的狗蛋结婚算了。可老板主动找上了门，他鼓励女孩不能被这点小挫折打败，失败是成功的妈妈，也很有天赋。下次比赛提前做好准备，一定能赢。Et faut m'embaucher pour de bon si j'accepte. Vous étiez une secrétaire lamentable. 老板把女孩带回了家，亲自给她当教练。原来老板曾经也参加过比赛，但就是因为遇到挫折就放弃，让现在的他非常遗憾。当他看到女孩的打字天赋时，心里就有了一个想法，他要培养出一个冠军来弥补当年的遗憾。但女孩用2根手指打字，手速肯定比不过10根手指，所以老板首先要训练她用10根手指来打字。他买来一台儿童打字机，再给女孩涂上和键盘颜色一样的指甲油。当着老板的面时，女孩会用10根手指应付着练习。可当老板离开后，还是这样搓键盘舒服。老板不仅让他练打字，还要每天进行5公里跑步训练，因为比赛时紧张的状态是非常消耗体力的。这天，老板在洗衣机里发现了一件内衣，为了让女孩专心打字，他悄悄拿回女孩卧室，准备帮她放好，却被女孩看见了。Si vous cherchez la petite culotte qui va avec, je la porte. C'est pas du tout ce que... Rose, vous l'aviez laissé dans la machine et je... Dès-le, s'il vous plaît tant que ça. Je vous remercie, j'en ai déjà toute une collection. 这小误会可大了，老板慌忙逃离。女孩每天练习打字很辛苦，老板贴心的给她按摩，可是按着按着手就有些不老实了，2个人渐渐的变得暧昧起来。打字竞速，手指要有韧度，老板想出了一个方法练习手指的协调性。Promets-le-moi. 很显然，这个方法行不通。 Détraumatiser ces pauvres enfants. 老板又想到了另一个方法，弹钢琴。敲键盘和弹钢琴一样，灵活的手指是关键。他找来朋友教女孩用钢琴练手法，这个方法靠谱多了。俗话说，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在老板的帮助下，女孩日复一日的练习，学会了用10根手指打字，并越来越熟练，手速越来越快。第2次比赛开始了，这一次女孩信心满满，海选轻松通过。接下来的16进8、8进4、4进2，最终以每分钟491个字的速度获得市里的冠军。这是让人开心的，也是让人紧张的，因为接下来女孩要参加国家级的比赛，她的竞争对手是各大赛区的冠军，想要在这里脱颖而出非常困难。特别是那个打字一姐，她不仅手速飞快，还有一台家族独有的打字机，已经蝉联全国冠军好几届了。她最快能每分钟打500个字，跟她同台竞技，每个选手都感到了压力。哨声一响，选手们都迅速进入状态。不出所料，第一个换指的是一姐，只有女孩跟得上她的速度。最终，女孩这匹黑马和一姐进入了决赛。一姐看着女孩笑，女孩以为对方是英雄相惜，也一抹微笑回应她。然而，一姐只是在嘲笑，什么档次，敢跟她打决赛？决赛开始了，两人的手指在键盘上跳动。虽然一姐用的是高档打字机，女孩用的是老旧打字机，但她丝毫不落下风。他们针锋相对，谁也不服谁。
可女孩因为机械老旧，换纸的时候卡了一下。随着哨音响起，比赛结束了。因为女孩卡纸，一姐已经开始庆祝，可最终成绩是平手。两个人都在1分钟打了498个字，且没有出错。裁判组决定5分钟后进行加赛。可高度紧张的比赛搞得女孩精神崩溃，她产生了放弃的念头。为了给女孩打鸡血，老板只好说出实情。其实你在训练的时候已经打破一姐500个字的记录，我没有告诉你，是怕你骄傲。女孩一听，信心立刻就回来了。加赛马上开始，两个人都做好了决战的准备。哨声响起，女孩信心满满，疯狂的敲击键盘。可老板却紧张到不敢看，因为他是骗女孩的。女孩根本就没有打破过500字的记录。1分钟过去了，里面传来欢呼。他紧张的回到赛场，看到女孩已经站上了领奖台。老板想过去一起庆祝，可一旁的打字机厂家老总告诉他，女孩天赋惊人，但2个月后就要参加的世界赛可不是这么简单的。如果想要她获得世界冠军，你应该退出。颁奖结束后，女孩奔向老板，捅破那层纸，对他表达了爱意。Je t'aime。老板也很喜欢她，但他知道自己对女孩来说已经没有帮助了，反而是拖累。他抛下女孩，独自开车离开了。离开老板后，女孩得到了打字机厂家的很多资源，在资本的运作下，她开始给打字机代言，最近的杂志封面也都是她。她成了当代年轻女孩们的偶像。对于这一切，父亲全然不知，直到一个粉丝冲进他的小店，要花高价买那台无人问津的老旧打字机，父亲才知道女儿火了。因为极高的天赋，农村女孩摇身一变成了上流社会的贵妇，有了顶级教练指导，打字机也换成了最好的。可因为长期奢靡的生活，女孩的心态发生了变化，导致成绩停滞不前。世界赛只剩1个月，想要获得冠军，就要打破每分钟512个字的世界纪录，但不管怎么训练，她最高都只能达到508个字。女孩始终没有意识到问题出在哪儿，直到这天，她收到了一份快递，这是父亲店里很多年都没卖出去的打字机，也是她小时候用过的第1台打字机。父亲并没有将它高价卖掉，他从电视上看到女孩的变化，知子莫若父，他知道女儿经不住诱惑，于是把老旧打字机寄给她。看到它，女孩才明白不能忘了初心。2个月到了，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打字竞速赛开始了，他们是每个国家最顶尖的选手。女孩代表法国参赛，经过紧张的淘汰赛，女孩进入了总决赛。她的对手是卫冕冠军美国选手，也是512个字的世界纪录创造者。他们要进行3局2胜的冠军赛。第1局开始，2个人拉满手速，最终女孩打了510个字，领先对手1个字赢下第1局。然而台下没有传来欢呼，而是一片嘘声，因为是美国的主场，观众们都在给美国选手加油。以前面对的都是鲜花和掌声，这种场面让女孩很不习惯。看到女孩心态受到了影响，美国选手趁机挑衅，还没等女孩反应过来，第2局比赛就开始了。这种顶尖比赛，开局就落后1秒，想要追赶是不可能的。对手也展现出了实力，追平了自己512个字的世界纪录。女孩输掉了第2局，她起身跑向后台，不是要放弃比赛，而是拿出那台老旧打字机。教练极力反对，说这玩意儿太旧了。这时一个声音响起， La vieille machine est très bien。是曾经跟女孩一起战斗的老板，他知道女孩的打字习惯，那台赞助商提供的打字机根本就不适合她。他鼓励女孩坚持自己的想法。女孩抱着旧打字机回到赛场，对手觉得她疯了，台下的观众也觉得她是自暴自弃了。这么老旧的打字机怎么可能赢？粉色打字机厂家的老总上前威胁，说他如果敢换打字机，就得赔偿违约金。女孩毫不在乎，我赔双份。没办法，老总只能将粉色打字机撤下。最后1局比赛马上就要开始，女孩看到台下为自己加油的老板，有他在，哪里都是主场。最终，她以每分钟515字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，获得了世界冠军。这一刻，台下的美国观众彻底被她征服，纷纷起身为她鼓掌。自此，电影结束，一部烂俗到令人发指的剧情，但出乎意料，全程111分钟，我都是笑着看的，不是因为搞笑而开怀大笑，而是那种带着甜意的笑。剧情普通不代表电影普通，再简单的剧情也能拍出佳作，反之不用心，一味的想要圈钱，再离奇的剧情也会是烂片。现在的观众那种反转再反转的剧情看得太多了，甚至有些审美疲劳，反而忘了有时候一件事就是那么简单。别忘了点个关注哦，下期见。Belle performance, mon chou.